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田曦薇、张凌赫逐玉首播，双平台热度爆火，观众评价出奇一致。逐玉开播15分钟，腾讯热度破23000，爱奇艺却只有1700，相差超12倍。这真的是同一部剧吗？当所有人都在为这组撕裂的数据目瞪口呆时，另一个数字更让人匪夷所思。张凌赫饰演的谢征竟成了腾讯视频历史上首个播前热度破亿的角色。一部古偶剧还没开播，单是男主角的虚拟形象就值1个亿的热度，这究竟是实力使然，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流量魔术？2026年3月6日晚上6点。这部由田曦薇和张凌赫领衔的《逐玉》在腾讯视频和爱奇艺同步上线，瞬间点燃了社交网络。开播仅1小时，腾讯视频站内热度就飙升至24000，刷新了平台2026年度最快破万和首日最高热度双项纪录。爱奇艺方面的热度则稳定在6000左右，虽然也是不错的成绩，但与腾讯的差距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双平台热度严重不均衡的现象，迅速成为观众争论的焦点。有人归因于平台算法差异和宣传资源倾斜，也有人直言这就是预制爆剧的数据游戏。与此同时，田曦薇饰演的樊长玉也创下纪录，成为腾讯视频唯一播前破亿的女性角色。双平台总预约量突破900万，其中腾讯视频536万，爱奇艺464万。粉丝经济的能量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张凌赫与田曦薇的粉丝协同发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云包场活动，双方合计贡献了超过17万虚拟座位，总价值预估超过100万元。这种用真金白银托举剧集声量的方式，在95后演员主演的剧集中堪称新高。剧集未播先火的另一张王牌是林俊杰与方文山时隔多年再度合作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首歌曲不仅是林俊杰2026年的首支单曲，更是两人职业生涯中首次为影视剧定制 OST。歌曲上线即登顶亚洲音乐榜，预约量突破500万，其古典婉转的旋律与方文山笔下炎夏雨落、人间烟火动人心的词句，为剧集的情感基调做了完美预热。海外版权也早早落地，韩国主流电视台 JTBC 已正式购入播出版权，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黄金档播出。逐玉真正抓住观众眼球的是他彻底反套路的人设。田曦薇彻底撕掉了甜妹标签，饰演的樊长玉是西固巷肉铺的屠户女，父母双亡后独自扛起家业，抚养体弱的妹妹。她天生神力，能单手扛起100斤的活猪，杀猪技术利落干脆。首集开场便是她徒手制服肥猪，挥刀见血的画面。阳光下半身血污却眼神坚定，瞬间颠覆了古偶女主柔美脆弱的刻板印象。张凌赫饰演的谢征，表面上是重伤被救、寄人篱下的病弱书生严正，真实身份却是背负17年灭门血仇、隐姓埋名的铁血武安侯。为贴近角色前期的破碎感，张凌赫减重15斤，将那种易碎而警惕的状态拿捏得恰到好处。两人在风雪夜相遇，樊长玉出于善良将奄奄一息的他背回家。这场救助无关风月，纯粹是市井小人物在乱世中本能的恻隐之心。樊长玉为保住祖产，避免被大伯侵占，需要招赘一个夫婿。谢征为隐藏身份，追查血案，急需一个平民身份藏身。于是两人在第4集就潦草拜堂，红布一铺便是喜糖。樊长玉袖口还沾着猪油，谢征虚弱地靠在椅上，没有甜言蜜语。樊长玉之撂下一句别给我惹事，吃完这碗洗面，你就是我樊家的人。
谢征则低眉应下听夫人的。这种充满生存智慧的市井结合，比任何盛大婚礼都更真实动人。当街坊邻里造谣樊长玉天煞孤星克死爹娘时，他没有哭诉隐忍，而是直接端起一盆腥热的猪血水泼向长舌妇，厉声喝道：“去去晦气！”这个被观众称为乳腺通畅的情节，让樊长玉进草型女主的特质深入人心。而他那句“我杀猪养你啊”的宣言，更是将古偶情话从风花雪月中拉回粗粝的烟火人间，成为全网热梗。导演曾庆节的镜头美学是竹玉质感的另一大保障。曾以九重子、虚言等作品奠定视觉口碑的他，此次再次展现了电影级的掌控力。雪地初遇的苍茫冷冽，假婚里的暖黄烛光，猪圈藏身时斑驳的光影，每一帧都如古典画卷。最被津津乐道的是猪圈神镜头，谢征藏身污浊之的斑驳的光影，却将其狼狈升华为极具张力的战损美学。网友戏称在猪圈里拍出了张凌赫的人生镜头，制作上的考究体现在细节里。剧集斥资搭建了200米长的明代街景，肉铺的腊肉、屠刀等道具细节逼真。田曦薇的战甲参考了明代女将秦良玉的制式，谢征的玉带钩采用古法雕刻，服化道中融入了皮影戏等非遗工艺。这些投入让市井生活的粗粝感与权谋战场的肃杀感得以无缝衔接，打破了古偶剧常有的悬浮塑料感。田曦薇为角色增肌塑形，素颜出演市井戏份，麻花辫沾着猪油，打戏亲身上阵，棍扫歹徒的动作干脆利落。他原声台词铿锵有力，将樊长玉的泼辣坚韧与偶尔流露的少女羞赧融合得恰到好处。张凌赫则凭借细腻的演技征服观众，从病弱书生的惶恐温润，到铁血侯爷归位时的冷冽锋芒，仅靠眼神的微妙变化就传递出角色的复杂层次。花絮中，张凌赫主动提议增加亲脸颊、掰头强吻等互动，一句“他是我的夫婿”，名正言顺的即兴台词，将暧昧张力瞬间拉满。190厘米的身高差与田曦薇的娇小灵动形成强烈对比，无论是市井算账的日常，还是生死相依的瞬间，都让观众嗑得上头。CP 超话在播前粉丝就已突破10万，创下未播剧 CP 的超话规模纪录。与高热度相伴的是同样不容忽视的争议声，首当其冲的便是营销过度的质疑。开播前，豆瓣出现异常5星评分，导致平台紧急关闭评分入口。双平台投入的买会员、送追剧卡、专属 APP 页面、开屏广告等顶级资源，被业内形容为双倍赌博式投入。部分观众因此产生逆反心理，直言这是人造顶流透支期待。有观众认为导演过于追求画面唯美、柔光滤镜和精致的置景，反而消解了原著侯夫人与杀猪刀应有的市井粗粝感，让杀猪女的设定显得有些失真。棚拍场景的虚假感，以及田曦薇过于漂亮的脸蛋与角色身份的些许脱节，也成了代入感的阻碍。前5集以捡男人、假结婚、发糖的火箭速度推进，市井生活线幽默流畅。但从第6集开始，剧情将转向战场权谋，男女主因分线行动而交集减少。部分提前看片的反馈指出，权谋线存在高开低走的风险，若后期叙事乏力，或副 CP 加戏过多，可能导致主线割裂，造成观众中途弃剧。演员的带爆压力也悬在头顶。张凌赫与田曦薇同属95后流量梯队，此次合作被双方粉丝寄予厚望。但播前因番位之争，剧方采用排名不分先后的评分设定，引发的粉丝摩擦以及戏外经纪人之间的矛盾传闻，都为剧集的长期口碑埋下了不确定因素。观众期待的是两人能凭借此剧实现质的飞跃。
但若后续剧情支撑不足，则可能面临数据虚高的质疑。